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他真的是一个狠人，给你2选1的选择，你要毁灭还是生存呢？看起来有选择，让你完全没有办法选择，全部都是刀刀指向了中国。我们先从普丁来开始看起好了，他直接先把中国最好的盟友先砍了第一刀。如果你今天乌俄战场你不结束的话，那我继续加征你的关税，而且所有你的盟友我都会祭出高关税跟制裁。对于中国，他更狠了。之前50%的抖音的收购案件，你承诺了吗？你答应了吗？你不答应，我就加关税。2月1号起，原本说要加20%，现在25%、30%、50%，甚至川普直接讲，我加100%都不是问题。川普这么狠，现在习近平更慌了吗？有几个举动，包含了川普就职的那一天，1月20号，习近平把原本要在月底召开政治局的会议的部分提前召开了，而隔了1天之后，他马上跟普丁来视讯会议。再隔1天，1月22号，他赴了葫芦岛视察，传言前往核潜艇的基地，种种不寻常的行为。习近平现在的心情有些波动了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赵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进平，大家平安；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聪哥，习近平现在的心情有点7上8下，有点怪怪的，尤其是1月21号，习近平跟普丁的抱团，好，这个就算了。月底的政治局的会议又提前召开了，里面的会议内容轻描淡写，这些不寻常行为都跟川普不断的步步进逼。原本以为只是开玩笑，但川普玩真的哦。是，我就说我关税怎么克，我就怎么克。对，他是真的要玩死中国。没错，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前一阵子来说，普丁跟习近平两个抱团嘛。那为什么抱团呢？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呢，都同时面临到川普的最后通牒。他是什么呢？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你要是生存还是要毁灭。如果你不按照我的选择的时候，套一句川普的话 ，You are fired， 你就完蛋了。好，那到底他对俄罗斯说什么？他说俄罗斯啊，如果你不结束俄乌战争的话，我会对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参与国课征更高的关税还有制裁。所以有时候你在俄乌战场里面所有跟你合作，我全部都给你 fire 掉。另外第2个，他对中国要求什么？你啊，我现在不是要求你卖50%的 TikTok 的股票了？如果你不卖出来的话，我会对你课征25%、30%。50%甚至100%的关税，一直加到底。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只能够听我的话嘛。你俄罗斯要结束俄乌战争，你中国要把抖音卖给我，所以也看起来好像有选择，事实上是没有选择，你只能够选择你要生存还是毁灭。好，那当然了，对中国来说形成非常大的压力。我们也要说，在这个川普要上任的那一天的时候呢，事实上中国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这个动作。原本他会召开所谓政治局的会议呢。他在月底，但他把它提前到那一天，也就是说，在川普上任那一天呢，他们就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国内他们中国的国内最高的这个政治决策会议来召开之后，面对川普的冲击。紧接下来的话，他就跟普丁进行视讯的会议嘛，然后22号呢，他又到这个葫芦岛去视察，传言说他在看什么核潜艇的这个基地，所以看起来的话，其实他也要这个努力把他自己的这个实力提升出来，秀肌肉给你看，我不能够一路挨打的这个局面。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川普真的没在跟你开玩笑，整个包围网完完全全超级绵密。是 Rubio 马上之后走马上任之后，开始了多方的会谈，对，找了好多人，是全部把中国来进行大围堵。对，没错，我们原本都以为呢，这个拜登之前所弄下来非常多结界或者非常多的这个结盟呢，好像川普不会随着他的这个摇摆，但是看起来的话，川普好像会跟着他做。为什么？尤其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川普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如果在我的任内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我会轰炸北京嘛。他说真的，对，他说了，那他说的话，他说了，那有时候后来我们看到他怎么做。好，现在他们的这个卢比欧不是上任吗？好，不论他是卢比欧，或是中国把它改成鲁国的那个卢比欧，不论是谁好了，他现在做什么事？第一个。他现在马上就跟什么澳洲啦，还有印度，还有日本的这个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哪有那么快？他上任的时候，3国外长就到美国来看他，所以表明他就是已经做好了嘛。好，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美国、澳洲、印度的跨，就是日本的跨，就 QUAD 嘛。这 QUAD 成立的时候是什么？在川普任内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在安倍所提倡的，他就是要封锁中国。好，那你说只有一个网吗？没有，他又说什么呢？川普政府要致力支持AUKUS 就是美国、澳洲跟英国的这个3方面。他说我们要支持澳洲呢发展所谓的核潜艇的这个部分，所以要扩大，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威胁持续扩大的时候，我们要让它能够有核潜艇。好，所以看起来话，他把这个盟友箍得很紧啊。卢比奥上任的时候，第一天他就把盟友箍住了，然后同时还说什么？
他跟菲律宾外长通话，他说我们任内呢还要致力跟菲律宾的国防，然后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呢，破坏了这个合法的这个状况。他直接在南海放了一根针来刺中国、没错，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国跟这个菲律宾之间，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嘛。那南海问题来说，也是这些国家非常关注的嘛。好，那于是呢，你看日本目前不是跟这个美国买了战斧飞弹吗？还有提风系统吗？那菲律宾也有提风飞弹，所以看起来的话，实际上这些刀都是剑指中国。尤其不要忘记，中国现在看到这么你把王哭得这么紧，尤其川普说了，你敢动台湾，我会再轰炸你北京。所以看起来的话，川普的确是玩真的一个状况。钟哥，刚刚你看到了小三角、大三角，心中还有一根刺。对。现在习近平真的有点怪怪，因为行踪有一些行程看起来好像是慰问等等，对，但其实背后好多的故事。对，没错，他21号先跟这个普丁视讯嘛，视讯之后呢，22号马上又跑到什么地方？他马上跑到渤海这个地方。那跑到渤海这个地方呢，他们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是这样，他说，习近平在辽宁葫芦岛市呢探望这个受灾的这个群众。那为什么会受灾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有一个绥中线，他们在半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水灾。问题是，赵好，我问你，半年前的水灾，你现在来视察什么？太迟了啦，对嘛？那所以他显然不是来这个视察这个嘛。那有人就说，不是哦，他是来看什么？因为在这个绥中线，大概约莫距离7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叫渤海造船厂。那这个渤海造船厂里面有什么？中国解放军的第5艘、第6艘的洞9式的战略核潜艇。我们战略核潜艇要发射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巨浪的这个所谓洲际飞弹，它可以搭载所谓核弹头了嘛？那他出来这个做什么呢？他是说，我不是一路被你挨打，你用阿库斯，然后你用这个所谓 QUAD 要来框住我，然后又用提风飞弹，然后用什么战斧飞弹，我有这个核潜艇。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也跟你掰一掰手腕。就是发现在这个巨浪飞弹。对，没错，他就这样嘛，有洞9式，然后可以搭载巨浪，巨浪是可以打到美国，所以我才说他目前为止来说当然他当然非常紧张，但是偶尔呢，他也要秀肌肉嘛。好，那除了秀肌肉之外，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不是跟这个所谓的在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吗？对，那政治局会议来说，中国官方都会释放一个这个他们开什么会，好，这就你看。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这个状况，然后习近平亲自主持嘛。是，那这是人民网的这个消息。你知道他们开这个会要做什么吗？他们要开，你看，主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的协同格局。他说我们在讨论黄河啊。可问题是，你提早开讲什么黄河啊？对嘛？而且你看现在要过年的话，你讲黄河要做什么？所以大家就说你这个一定不是真正重要嘛。然后就讲了很多，然后后来最后一行，其实有时候你要看中国的声明的话，最后一行都是最重要的。你看，他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研究什么？研究什么？大家当然知道嘛，研究川普嘛，研究他接下来怎么做对中国课关税嘛。为什么要研究呢？因为《华尔街日报》就报道非常清楚嘛，他说特朗普就是川普在关税问题上面卖关子，中国只能够不停的猜。因为为什么？因为到底你现在川普要课中国多少关税，中国自己也不知道。那川普说过几个版本，第一个他选情说我要课你60%，好，课60%。好，第二个版本是什么啊？我这个2月1号我要对你课10%。好，那紧接下来我有什么版本？如果你抖音不卖给我的话，我25%、50%、60%、100%，那你到底要课几%？不知道。习近平讲说我好乱呐，所以我就说他一直不断的卖关子，所以我才说。这是这个所谓川普呢对中国一种所谓恫吓的方式，我把你吊在半空中，然后你心里不七上八下，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就是他对付中国的这个方法。好，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他们现在要赶快开这个会议呢？因为我说真的啦，假设呢这个美国真的对中国课100%的关税的时候，赵和你知道吗？那个对中国来说是个毁灭性的这个灾难，完全非常非常惨。为什么非常非常惨？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国有所谓的3桶油，就是中石油、中石化跟中海油这3家公司，这3家公司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中油跟我们的台塑。好，这种照理说都是会赚钱的嘛。就去年他们获利已经大幅的下滑了哈，大幅下滑不说，他们有很多地方型的小的这个炼油厂已经开启所谓的破产潮。然后你还看他们的这个，我就跟他讲，你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时候，你看它石油的销售相关是往下降的，对，整个年度在往下降的，对，包括最近公告什么电解液啊，还有什么电池啊，全部都大亏，甚至连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是中国数1数2的电池公司，他自己都说什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近日这个发布的数据的揭示，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他们很少会这样讲话哦。对啊，宁德时代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你的市占率是遥遥领先，结果你还说，我面临重大的挑战，那什么意思呢？表示你目前为止来说啊，真的营运有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另外一个，中国还有一个汽车博主开始爆料，他说了，其实呢，某家这个电动车的订单呢是大量造假的这个状况。什么叫大量造假呢？就是我虚拟说好像有需求，然后我造出来之后，为什么要造这么多假车呢？第一个，中国有补贴，对，所以我骗补嘛，反正我假的有造出来的话，骗补之后再把这个车拿去报销，或者拿去这个坟场里面放到。他说的是某家电动车的大厂。那到底是什么厂？我们不知道。难道就是我们现在荧幕中看到的那家公司吗？我们不知道。松哥，所以你意思说，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电动车的 sales， 是我今天为了要骗，我就找我的朋友、找我的亲友说，兄弟们来买，没事。然后呢，他订单出去之后呢，他已经开始在做喽。对，做完之后跟大家讲说，这订单不要了，他就这样骗。是，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就是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告诉你什么？中国其实很多的这个。过去经济会有这么多假象，都是你可能虚假造假。好，那这过去你或许还能够撑，但是你看一旦真的假设川普对你科50%或者180%的关税之后呢，我就说会非常惨嘛。所以习近平要赶快科这个，赶快召开所谓政治局会议。然后虽然说表面上他们是商讨黄河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是在商讨川普的冲击。来，慧珍，我们刚刚提到了关税，如果真的课下去的话。刚刚讲100%绝对垮掉，是60%它的 GDP 可能就已经是0了哦。但现在最好笑的是什么？现在国内产业非常惨，惨到之后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去卖锅、卖铁啊，为了要换钱等等。对，现在中国超猛的。直接卖人呐！是我跟你讲哦，我真的觉得太荒谬了。我们只有看到旅客到了其他国家去就被拐走、被弄走，没有看到竟然是老板你自己营业不下去，你打包了，打包啊！你说你卖一些设备啊，没关系，那就还可以理解。他现在把员工都卖掉，卖人，太夸张了！这真是把员工当猪仔卖啊！这个新闻真的是大家看之后，真的是自己就吃自己人，也太夸张了。上海的一个健身房哦，这家这个健身房叫威士哦，它这个健身房呢开在这边，然后本来是有30个员工，没有想到呢，他就说啊，因为我们经营不善啊，我们现在没关系台湾这个中国的这个部分呢，慢慢要减，但是啊泰国市场不错，我把全公司人带去看泰国市场，我们在泰国市场搞不好要展店哦，那大家员工想说哇，我们有一线生机啊，中国这边市场很萧条啊，泰国蓬勃发展啊，好棒哦，老板兴奋呢，对，老板还带着我们去谋新的出路，对不对？非常开心哦，饱饱困困的，还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就完蛋了，一去到那边回不来，老板竟然把你整批卖给诈骗集团，变成是猪仔耶，直接被卖到了缅甸最可怕的这个所谓 KK 园区或者是相关园区里面，完全不让他们回来了。是，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就说这个健身房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一个营运不好的状况，所以呢，从上海啊，然后浦东啊、徐州啊各个点都在收或者在合并，然后呢，合并了大半年之后，骗员工一个理由说，我跟你讲，中国市场不好，不过我们可以一起到国外打拼，就这样一句话，你看从上海飞到了这样缅甸，那本来他们可能以为是去泰国，就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都知道泰国跟缅甸现在，有的人把你带到那边去之后，然后呢就骗你嘛，然后把你载过了一个河，结果你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缅甸的 KK 园区了。这是完全人吃人的。你看到这一篇，他说这是 SOS， 求救！我现在被困在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他们给我名字巴拉巴拉一大，不然我会被打死，就当我老同事一场，帮我一下吧。就是今天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才知道。中国现在人吃人的这种状况有多严重？而且我跟你讲，事实上一个健身房老板要搞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真的不好。你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这个餐饮业哦，你要知道餐饮业到去年竟然全中国有300多万家的餐饮业竟然都倒闭了。那今天供给我跟你讲，你这样走过去，你有看到有在营业的吗？没有，整条街大门深锁，铁门直接给你拉下来了。本来是连锁店，什么叫连锁店？就你门连续锁起来，现在是连锁街。整条街的店全部都连锁都关起来啊，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然后他们就说，光是去收的这些东西哦，这个价钱买的时候，你一张桌子、一张椅子都上百块、上千块人民币，就卖的时候都是50、60块全部打包。然后呢，你就知道不是只有刚刚提到那些小餐厅，现在是连上海、北京。高档的米其林的全部都倒闭。我们现在一个来点了，北京的意大利餐厅哦，这一家意大利餐厅已经开了多久？开了11年呢，开了11年，竟然也在去年4月1号的都倒闭。大家心想说4月会不会是愚人节？没有愚人，真的是倒了。还有哪里？包括上海这个米其林3星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有带走，因为他想说，我跟你讲没关系，因为我们是讲高档的，我相信还是有人留下来。结果他大概年初去不到8个月，连8个月米其林都撑不下去就倒了。另外一个深圳
正号称最难订的一个牛排馆啊。喂，牛排馆其实真的是比我们的 A Cut 看起来都是有过这无不及哦，非常非常的高端哦，就没有想到拍摄营运不下去一样，有的人甚至有上千元的一个储值哦，来不及花，他们直接跑掉了，能够跑多快就跑多快。对，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哦，不管是西餐，不管是意大利餐，不管是吃牛排，全部都倒。那你说好啊，那可能是高端消费不起吧？不好意思哦，连小眷村这一种一般人哦，可能就上馆子这一种，竟然也倒了，到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只剩下2-3成，整个核心商业区真的人去楼空啊，所以你看过去全部都是空荡荡的一片。我们刚刚看到从高档的餐厅到一些我们平常的庶民小吃。全岛跟保龄球一样，对，而且现在过年要到喽，过年要到，我们要干嘛？买年货，我们去买年货。而我们去看到那个街上都没有人，你铁门全部都拉下来，是因为这些老板说不要再骗我了，好不好？不要再骗我说春节会有商机的，没进来逮鸡啊！他们从去年春节商机等到今年春节商机啊，都没有人，就干脆直接宣布倒闭。你知道问题会变成怎么样？有可能会步入像日本一样失落的30年，因为通缩的问题。然后还有最后我们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万达。万达我们都知道要做影城嘛，他以前万达影城的时候，他多讲，他讲说我们要做什么打造像美国一样的我们要什么商城、影城一大堆的，结果到最后去年竟然亏10亿耶，10亿！而且我跟你讲，整家公司他们是上市贵公司嘛，它竟然整个市值蒸发1700亿，不是说剩下1700亿，是蒸发了1700亿，剩下200多亿。那你说这公司还能活吗？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他们的整个包括你观影人次，包括你的那个营收，全部都是2-3成雪崩式的。所以他们现在就讲到说，当中国人吃东西吃不起，连看电影都看不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2025年还能看到什么样的春天？宇轩刚看到了中国经济这么差，钱到底去哪了？不是拨点钱给市井小民很好吗？没有，都去盖人工古城。我没有讲错哦，人工古城，你看到这些都是人造的。这古城盖这么多，通篇一律不是都长一样吗？干那么多干嘛？对啊，过去中国传统常常讲说会有鬼城，你知道吗？但有鬼城1座2座这个不稀奇的兆头，问题是跟你讲说有3000座鬼城3000座，你心里就讲说我看到鬼啦，怎么会这么多座啊？因为东西人造的，因为我跟你讲，它实际上被官方认证的清单就是说真的是古代留下来的人，你猜猜看大概几座？300座而已，所以2500座那个都是人造古城，都是 gay 呢。对，那你盖这些古城你要干嘛呢？它的目的就是要观光嘛，希望说大家呢能够来古城游玩啊，来古城消费啊。你仔细想一个概念，中国13亿人口，对不对？但你要把2000多座古城、2800座给逛完，你要花233年呢。你不吃不喝然后去逛就一直逛这要多久才能回本啊？所以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盖这么多，根本一般的民众消费不来嘛，你的市场没有这样的需求嘛，就蜂拥而上的结果造成是什么？造成是古城全部都变鬼城，因为里面卖的东西后来你发现都一样。比如说我去到了 A 古城。A 古城跟你讲有丝绸啊、白墙绿瓦啊、青砖啊，有卖臭豆腐啊，有特色小吃啊。好，那你玩一次之后，觉得哇满心喜悦，我好喜欢这个古城。那我想要再去别的县市的古城看看。对，我们去走走啊。对，当你去到别的县市的古城之后，你发现好像踏入小叮当的任意门，我怎么又回到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我上个月才去的古城，我明明人在不同的省份县市，结果呢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各位你知道挂了，全部现在的整个古城都挂了 live 嘛，我们就举一个最特别的例子刚才是不是讲到这个大庸古城，对不对？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大概112亿所以我刚刚讲40亿还算少的，他实际花112亿台币，25亿人民币。原本讲说呢，我们可能很快呢就能够回本，结果不好意思今年上半年我跟你讲他的入园人数2300人，我不是讲一天我是讲半年2300人，所以平均一天有多少人呢？大概只有20人。然后最后呢，直接被法院宣告说什么？说破产。你看进去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离谱在这边，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跟别人都一模一样，它呢还是大杂烩。比如说，你明明是在张家界，你明明呢是在做我们讲的大庸的古城，结果你看到这个是什么？照你看。有兽首，你知道以什么最有名吗？不是香水兽首就是圆明园的特色。对，就这圣里不是圆明园啊，你给我放兽首干嘛？乱放啊！那你转个角呢，想说我不要看兽首，你就看到怎么有这种石造的建筑物？想说这是什么？他跟你讲说这是原住民传统特色，不是少数民族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然后莫名其妙，你看这个大街同一条大街你看。
左边的建筑风格跟右边的建筑风格就长得完全不一样真的是一转身呢，晚上换了一个风格哎。对，所以你变成什么中国博物馆？那我跟你讲，你自己赔钱就算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些案例哦，就是他们自己大兴土木了，投了几十亿下去，全部都血本无归嘛。但更惨是什么？更惨的是哦。套牢，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讲叫做古城概念股。什么叫古城概念股呢？比如说我们就以桃花源这个古城为例好了，它一样哦，本来讲说我们要盖一个特色园区，有特色餐饮、5星级酒店、特色客栈、明清街景、中式合院、景区共寓于一体，50亿。但他这个50亿不是说我要自己出，他说我50亿对不对？我要投资，所以我大幕的招商引资说，一定谈的哦，你看把人就谈的哦，所以叫一堆人把钱嘎进来，就嘎进来之后盖完，就各位来，你现在看到这样子，只有鬼会来，根本就这是诈骗了啦！讲完全毫无人烟，然后呢，甚至是你知道里面哦什么东西最多，你知道吗？草最多。草长得比人还高，都可以玩躲猫猫。你看他踏进去之后，完全没修剪，专包拢塞草，对不对？而且好，那你想说，宇轩，你都跟我们讲这个没人的，可是2800座里面，总有人生意好吧？对，有人生意好，这个叫做大唐不夜城。你说，果然唐朝呢就是不一样。唐朝的时候商业最为兴盛，果然他们的生意好。我跟你讲哦，他每天的客流量多少人，你知道吗？30万人，他净利多少，你知道吗？23万，3000多万收入，3000多万收入，然后只有23万的净利，因为现在中国游客都喜欢什么，都不花钱，反正都玩免钱的，叫穷游哦。所以他们就说，对啊，很多人去现场看表演啊，逛街啊，然后最后呢绕了一圈之后，然后什么都不买。然后人就这样走了，而且他花了大量的经费，你知道都在哪里吗？都在所谓的宣传跟广告上面。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的确人很多，但也赚不了钱。但各位啊，我讲到这边，你就觉得啊，中国人好傻哦，他们怎么都做这种傻事呢？干嘛盖嘞？对嘛，盖这些古城都一定赔钱的啊，怎么大量那么少？你错了，为什么？因为古城要盖，对不对？我大兴土木。通常呢，我新建这种土木，新建这种城镇，我会干嘛？我会申请土建融，就融资啊。所以，比如说他是不是跟你讲说，我耗资100亿所打造的古城，对不对？那我就请问一下，他真的耗资100亿吗？你说他从中可以拿？对啊，不一定啊，因为比如说我就讲大庸古城好了，他刚才讲112亿嘛，对不对？他实际花的你知道吗？他实际投入的成本可能多少？真正拿出的钱10亿，他在洗钱？不是洗钱，更可怕，他拿出10亿，是不是贷款90亿？对，但这些钱他都拿到手之后，他跟你讲说我要花100亿新建，那是跟银行讲的嘛？那是跟贷款融资的地方讲的嘛？那我实际上新建，我可不可以乱盖一通，只花10亿？那剩下90亿就到我口袋里面啦。那我就跟你讲说，我经营不善，我导电啦。但事实上，他要导电吗 ？No， 不是。盖古城本身就是一种盈利行为，就是说我透过盖古城，我只要把它 cost 到，然后跟银行骗一堆钱。那这些钱呢，我空手套白狼，最后放到我的口袋。各位，盖一个古城可以赚90亿人民币，你说好不好赚？当然好赚啦。所以对他而言哦，他根本不在乎那些。他现在呢，反正中国能捞就捞，能骗就骗，是包括从政府到民间一同在抢银行的钱。来，廷尉，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川普他上任之后，他不断的批评拜登，说你之前那个命令很烂，我都要废止什么的。但有一个你刚刚跟我讲过，军事上面他没有废哦，他继续加码哦。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经济的部分，他第一把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砍，现在第二把刀军事再加码也要砍。知道我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看到 Rubio 上台之后，就是他的国务卿上来之后，我刚刚特别去关注他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到底打了电话给谁？你知不知道？他一上任当官之后。打电话给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代表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注的焦点在哪里，而且是不是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结果没有中国外长，他没有打给中国外长，而 Rubio 打电话给谁呢？从北到南，日本外长现在就在美国了，对，韩国外长也在美国，然后现在他打电话给韩国外长，然后澳洲外长还有印度的外长都在美国。这个刚刚我们提到所谓 Quad 这四方同盟的概念来讲的话，他又举行这个整个四方同盟的这个外长会议。接下来他们正在安排说，今年来讲的话，川普有可能要跑一趟印度，因为要举行这个所谓高峰会议。我要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说 Rubio 打的电话全部都是站在中国的对面的死对头，包含这个菲律宾也打了一个电话。也就是代表说，我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所以才不会有外长通电话。他把中国所有敌人都纳为己用，我们一起卡。对，然后所以这2天来讲的话，他打的电话全部都是中国的敌人。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中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啊，它为什么你以往都是在什么？都在在27号底的时候开30号左右开。今年当然碰到过年是没有错啦，问题是刚刚好那个时间点就是川普就职的那一天，也就是代表说中国它内部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这个讯息他们中国共产党内部可以盖掉其他的外部讯息啊，因为他可以先报道所谓的政治局会议。但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真的非常担心，接下来可能川普在就职演说当中不知道讲哪些东西，他们可能要很及焦时虑因应，所以要及时因应。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他们那时候开会的时候，其实就在因应川普他1月20号的就职演说当中会讲什么东西，马上可能给韩正什么样的一个训令，让他直接跟美国政府沟通。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开那个会议前面讲的什么一些黄河问题那是假的，事实上就是专注川普的就职演说。说到川普来竞品，我们看到了他对于美墨边境的时候，他现在是越来越狠。过去可能有国民兵，现在是北方的联合派遣部队直接到了这个地方，他当然要处理移民的事情。为什么要让国内安心？但是没有哦，这个移民的这个背后一样是剑指中国吗？没错，其实川普为什么会在这个就职演说提到说要把这个部队啊派到美国跟墨西哥的这个边境，而且要在那边宣布说这边是国家的紧急状态这个状况。结果川普其实不是说而已，你以为他在1月21号就职演说之后就无声无息了？事实上，这2天就被美国媒体捕捉到，他真的派了2200名的这个现役部队跑到了这个美墨边境。尤其是到这个美墨边境那边，他参与的是北方联合特遣部队的这个成员。他玩真的呢？对，以前在那边呢，美墨边境多半是有4500名的这个德州国民兵的部队。那现在加上这2200名的现役部队参与北方联合特遣部队的话，总共是6700，逼近7000名美军在美墨边境的这个大关，几乎已经可以在这个边境掀起一场战争。那川普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知道吗？川普的第一任任期的这个美国总统任内他的前国防部长艾斯伯，他曾经讲，川普为了要遏止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品啊，导致美墨的这个毒品问题泛滥，要去这个对付墨西哥的这个毒枭和贩毒集团，曾经考虑过说要派美军的这个轰炸机去轰炸墨西哥境内的这些贩毒集团的这些据点，然后被这个当时川普的这个国防部长艾斯伯啊，他劝他说：“你不要这么做，忍忍。”他说：“你这样去轰炸墨西哥的毒枭大本营的话，你恐怕会导致这个美墨之间的军事合作啦、执法方面的这个合作全部都中断。但是你以为川普打消这个念头吗？其实没有啊。你看这一份的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2018年以来啊，我先讲2022年2018年他们知道说是跟中国有关，对，2022年他们发现说，在这个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这个25岁的女生，她在车上突然口吐白沫，脸色发白，然后警察赶快给她吃了一个这个药物过量的一个这个救命药物叫纳洛酮，然后吃了之后呢，赶快送医急救。后来这个女生醒来之后，她才说她服用了这个药物里面跟这个芬太尼有关。那芬太尼是什么？芬太尼呢也有被人家当作一种止痛剂，但是呢，这几年下来，为什么说2018年美国国会有做了一个中国问题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他发现这些药物啊，全世界有97%都是来自于中国，包括美国在内，这个芬太尼。那这么大量，将近100%的这个芬太尼的前体，它的原料几乎都来自于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会利用租税补贴，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便宜的这个方式，然后让这个中国的化学公司还有一些厂商，他们会把这些大量的这个芬太尼的前体药物呢，出口到中南美洲，尤其是墨西哥。所以建平，你现在讲来讲去，他原本对墨西哥说原本要去轰炸，轰炸完之后，大家说川普等等，后来才发现，原来在幕后黑手通通都是中国啊，他现在完全就是打击他。因为这样子的发现就等于是你毒品的问题就演变成另外一种另类的战争。那另类的战争，你不就等于透过墨西哥去削弱这个美国吗？我就跟大家讲。他们有一个资料统计是2022年到2023年啦，你知道吗？在美国有11万名的这个美国人死于这个药物过量，11万人当中呢，有7万6千人呢是跟这个服用药物过量的这个部分，它的元素是跟芬太尼有关。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加上中国，它除了让这个租税便宜，去中国的专家还会去墨西哥去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
芬太尼的这个药物，所以你就知道说，墨西哥当时他们甚至有提到说，有人在这个墨西哥在做这样的一个药物的时候，到了这个墨西哥金三角之称的它的一个西纳罗亚州的一个地方，很偏远的一个山区，然后旁边还会有墨西哥的这个翻译在旁边，然后在白板上就写了一堆化学公式，然后这些化学公式都跟芬太尼有关，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去制作，然后还用你在网络上你只要用一所以点点钱，他完全拜师学艺耶。是他们还派专家去那边，你只要付36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不少的这个原料，就可以做出像芬太尼这样的一个致命的药物啊。